大家都知道，妲己無論是在野史還是傳統的歷史認知中，都是古代著名的紅顏禍水。因為她的狐媚混亂軍心，導致商王朝一朝土崩瓦解。而就在商王朝的古地河南淇縣地區，有人在一片亂葬崗中意外發現了傳說是妲己的墓葬，並且根據周圍村民的說法，在這片所謂傳說是妲己的墓葬之中，經常可以在3更半夜聽到類似狐狸的動物發出淒厲的叫聲，並且在後續的挖掘的過程中，傳說中埋葬着妲己的墓葬居然挖出一個詭異的頭骨。觀其現狀，這個頭蓋骨實在難以說是人類的頭蓋骨，倒不如的確像是狐狸的頭骨。那麼，這座處處透露着詭異氣息的墓葬，究竟有着什麼樣的故事？其中的墓主人真的會是和傳說中的妲己、禍國美人產生一定的聯繫嗎？在《封神演義》的描寫之中，蘇妲己是個實實在在的蛇蠍美人，而其任務是接受了女媧的出差任務，下凡來到商紂王的身邊，用來迷惑商紂王，從而使商湯王朝早日倒台。但是在完成任務之後，因為自身也幹了許多的壞事，妲己最終也被姜子牙給正法，來到九泉之下陪伴商纣王了。但是就在河南淇縣地區，在路過這處亂葬崗中，有一位村民有一天在夜裡回家，但是就在這個時候，這位村民發現亂葬崗上面有着一雙綠油油的眼睛盯着自己。在仔細打量後，這位村民發現好像前面的墳頭上面有着一隻狐狸盯着自己看。想到這裡，聯想起自己曾經聽說過，這附近的村民也經常在3更半夜聽見狐狸的哀鳴，以及從小到大就從祖祖輩輩口中得知，這亂葬崗裡面傳說埋葬着妖妃妲己。於是這位村民嚇得頭也不敢回，急忙往家裡趕。隨後這位村民把自己夜裡在亂葬崗的經過告訴了周圍的人。在一傳十之下，亂葬崗裡面有妲己墳墓和妖狐的說法也越來越多的人知道，而這一切也引發了當地考古的注意。於是來到現場後，相關的考古工作開始逐步推進。但是来到現場之後，考古隊發現相較於同時期的殷墟等商朝遺址的規模宏大，這個所謂的妲己墓就是一個大土坑。但是在打開了主要的棺材之後，考古隊立馬蒙圈，只見這棺材裡面的骸骨，無論是頭骨還是四肢等，怎麼看就不像是人類的骨架。心裡沒底的考古隊立馬把相關的骸骨送到了實驗室，在一番鑑定之後，實驗室給出了數據，這形似狐狸的骸骨還是屬於人類的，但是因為外力的原因，讓骸骨有點扭曲變形。此外，在土坑一圈出土了不少珍貴的貴金屬陪葬物，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座貴族墓葬。隨後在墓葬裡面出現了一片代表描寫着商王朝各種歷史和文化的龜甲，這便是大名鼎鼎的甲骨文。在這片甲骨文上面記載了妲己的生平。從這些記載裡面，首先就是徹底推翻了妲己和狐狸的關係。如果非要說上關係的話，那就是妲己的美貌的確和狐狸有的一拼，再加上商朝時期存在部落制，剛好妲己的部落圖騰是只狐狸，因此妲己是狐狸的化身說法由此傳開。此外，妲己並不姓蘇，她的部落位於河南溫縣，名為蘇，因此後世把妲己部落的名稱強行加在了妲己的姓名之上。而妲己和商纣王的相逢並不充滿浪漫，而是商纣王在外征戰的時候，把妲己當作了自己的戰利品。為了自己部落的平靜，蘇妲己在纣王身邊低聲下氣，盡量的討好帝辛。這麼看來，妲己堪比文成公主。而當時的纣王已經是個垂垂老者了。根據屍骨的檢測，妲己在遇到纣王的時候還是個妙齡少女。
其命運不得不說是相當的悲慘，並且就在侍奉紂王的過程中，商朝很快就土崩瓦解。而究其原因，根本就是紂王喜歡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和傳統的認知不同的是，妲己就算再怎麼狐媚君心，也不可能讓一個龐大的商王朝在一時之間土崩瓦解。此外，在後世的再一次的研究之中，商紂王不單單是個窮兵黷武的武夫，其自身的政治能力也是十分可圈可點的。試想一下，有着如此政治經驗以及政治手段的商紂王，怎麼可能因為一個10多歲的小姑娘弄到國家灰飛煙滅？因此，商朝的滅亡主要責任人壓根就不在於妲己的身上。另外，在後世的描寫中，妲己蠱惑商紂王發明了類似炮烙等酷刑。但是試想一下，商紂王假如可以保持和汉文帝一樣，聽到建一個露台就得耗費10家百姓的家產而作罷，那麼商朝怎麼會滅亡呢？在牧野之戰中，歷史上記載商紂王出動傾國之軍迎戰周武王，但是還是失敗。而商朝的貴族怎麼能把自己軍隊和理政的無能給冠以到自己的身上？因此，妲己也就成為了這批人最好的背鍋俠。而在這片甲骨文出現後，妲己原本被潑了幾千年的髒水，在這一刻也洗刷乾淨。此外，對於這一次的考古調查，在破除周圍村民因為妲己相關的傳說而不敢接近，以至於害怕這一片土地，是一個極好的心理鼓勵，也為周圍正常生活秩序的恢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